以前一到收获的季节，最喜欢的事儿就是来菜园里边逛逛了，每回心情都特别的好。可是最近不行了，每次出来看到这种场景，肺都被要气炸了。看看这些玉米被毁的，都被咬断了，我的心血呀！这目测下去，得有1/3的玉米不是被咬倒了，就是被咬掉了。看这一片，看这儿，更是一片狼藉啊！这些都是断掉了。哎呀，刚才一不小心还踩到了新鲜的鹿粪，真是倒霉呀！看这玉米，本来还没长成熟呢，就都被咬掉了。看看，可能再过1周多就可以吃了，现在全浪费了。这儿也是，看看这还没掉下来，但是也已经咬断了。地上还有很多这种特别小的玉米，看看只有这么小就被咬掉了。关键是掉了之后还没吃，就扔在地上。这边看看还有，这儿还有一个，看看也是都挺大个的了。这些地方是被吃掉的，看看都没有了。前面的这些，这也是被咬断的，这是被咬断的，头都倒下来了。还有这边，刚才说有1/3可能都保守了，我感觉已经有将近1半被破坏掉了。那面还有一片是第2批的玉米，看看这第2批玉米也有一些被破坏了。我估计他们把第1批破坏完，第2批也跟着就要遭殃了。这已经有一些被咬断的，然后还有一些是上面的玉米，看看这都是被咬掉的。更可恶的是什么呢？我的番茄呀！之前介绍过了，这些鹿过来把我番茄的尖儿给咬掉了很多，但是光咬尖儿也就算了，现在连我的番茄都开始吃了。看看这些还是青的番茄就已经被咬下来了，看看这地上这些，这都是被咬掉的。那边还有一个咬掉的，这儿还有。前一阵子其实我们已经发现过一次，都已经捡走一部分了。这边这几棵主要遭受的损失就是尖儿没了，感觉咬了一次又一次的，有些都已经感觉停长了。你这番茄生长能力再强，也架不住它每天晚上都来一次又一次的咬尖儿啊！这咬时间长了也就长不了了。哎，真是心疼我这些番茄呀，还能不能保得住呀？天天来，天天来。这有一个红的，下午给它摘回去吧，别到时候他们发现了又给我吃了。现在这些东西，别说让它们在枝头长到全熟了，就是变红都是一种奢求了。还在青的时候就被大量的吃掉和破坏了。哎，不是说西红柿在青的时候有龙盔碱有毒吗？感觉这些东西对鹿来说都不算个事儿啊。哎，什么毒不毒的呀？感觉这些鹿就是赶上什么就吃什么，一点也不挑食。我算是看明白了，没有什么他们不吃的，只是说好吃和不好吃、先吃和后吃的区别。这还有很多干掉的鹿粪，这也说明了它来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。还有这种新鲜被咬伤的痕迹，老的这种掉落在地上的，还有这种干的，真的是几乎每天夜里都来呀。更可气的是什么呢？大家看我这批小番茄，除了我们第1批红了一点，摘掉一些之外，剩下的看看几乎没有什么果了。我们当时也感觉很意外，是什么东西给我们吃了呢？那后来感觉现在就是毫无疑问了，就是这些鹿呗，没有别的东西会吃青的番茄的。看看放眼望去，大部分的果都没了，只是这个最尽头的地方，离我们房子这边比较近的这几串上面感觉还稍微的多点儿，是不是他们来这边的几率少点儿啊？这片园子里边唯一能幸免的就是这批大葱了，如果大葱他们还吃，那就逆天了。唉，为什么会气炸呢？再看看这亚洲梨，这都咬成什么样子了，都没有梨树的树形了，就剩这么一个很高的地方，这儿有一个枝头，然后这边有个尖儿，看看这个尖儿也是最近又被咬了，没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春天的时候被咬2次，还得了火疫病，然后修剪总算是活下来了，现在又成这个样子了，什么都没了。看下边抽出来的这种小枝，这都给吃了。哎呀，从根部看看又长出了一些，但是这些没什么用啊。这种小芽别再给我吃了，真是得想办法了，不然没法弄了。这棵梨树比刚才那个要稍微的好一点，至少树形还在。其实前几天我看的时候，这边的叶子还都有，现在也是，看看又没了，这边又秃了。
这个是比较高一点，上边的枝头估计如果它不跳起来吃，应该是够不到了。但是你也说不准呀，这些鹿它真的会跳起来，跳很高把尖儿给咬下来。如果它这样做的话，这整个枝子就被拉下来了。这是我们种的第3批的玉米，这批玉米长起来了，但还没有开始抽穗挂果。刚才说可能它不会喜欢这些玉米，你看里边也都是被它们给弄倒的痕迹，不知道是从里边穿过弄的，还是就到里边去祸害了一通。太讨厌了，真是太讨厌了。刚才说大葱可能并不完全对，这花椒树他们也是一口没动，花椒也是一样啊，这么刺激的刺味，我估计他们应该不会尝试吃的，那否则真的就是太夸张了。你看这桃树他们也咬，只是说可能相对于苹果树、梨树来说，桃树没那么好吃，基本上咬一些尖儿也就算了，不会破坏的特别严重。那李子树肯定是特别好吃，看现在我用西红柿笼子给它简单的保护了一下，可能还会好点儿。之前都已经是看看这些枝子也都是被咬掉、咬秃了，上面很高的地方都是，这些都被咬没了。然后日本甲壳虫也来了，日本甲壳虫也是特别喜欢李子树的。不知道为什么这棵小西红柿下边这儿还有一个青的西红柿，不知道是什么动物干的，给弄到这儿来了。我们其实是为了防着被浣熊啊、鹿啊这些东西偷玉米破坏，还是种了好多的。没想到种这么多也是逃不过这个鹿嘴啊！鹿的破坏力真是太强了，连吃带毁坏。早期的那些是甜玉米，生长周期短，就想早点吃到。这些小的都是糯玉米。这边这2小片也是糯玉米，当时我们糯玉米种的是比较晚的，就是为了错开跟甜玉米的花期，不会相互影响啊。再过来看看这些玉米，想想该怎么办呢？怎么能保护它呢？把鹿赶走呢？去年的桃啊、甜瓜呀这些东西就被浣熊破坏过一次了，当时是拿了笼子抓了几次浣熊，结果感觉今年好像浣熊还没有来，估计是搬家了。自从今年那只小鹿在我们菜园里边出生，我们是好心没有给它赶走，结果把成群的鹿都引来了。不只是鹿妈妈过来给它喂奶，我感觉就是鹿群都来了，来到这个菜园里边到处逛，到处找吃的，到处破坏，真是没办法呀，那好心都白费了。现在真的是有点心灰意冷，太生气了。这是不是就是典型的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呀？好心没好报啊！大家看我们菜园原来弄的这种网是防兔子的，这种防兔子的网比较低，后来又拉了铁丝上边。按理说常规情况下鹿应该是不太容易跳进来的，但是自从那个小鹿来了之后，这菜园里边他们也是随便去了。我仔细找了找，那菜园里边肯定还是有破绽的，而且吧，他们如果真的想跳进来，是有能力跳的。我也见着过，跳得特别特别高。我这个现在也就是不到6英尺，这对他们来说肯定是毫无压力的。如果真想跳的话，只有像这么高8英尺高的，这个才能完全阻止他们进来。我这个围着整个院子的篱笆原本的高度是不够的，我后来又加装了8英尺高的这种 T-post 的，看看上边拉了铁丝，它打到地里边之后，整个上边的高度应该是有7英尺，再加上3层的铁丝在上面护着，鹿一般的情况下就进不来了。不过以前在这个地方曾经发现过被刮掉的鹿的毛，就说明鹿还是在想方设法的往进跳的，里边有好吃的，禁不住诱惑呀。它们虽然胆小，但是还是会拼了命的进来的。这个地方的这些网和铁丝高度是足够的，鹿应该是进不来的。鹿一般都是从远处的地方，远处整个院子的篱笆跳进来，跳进来之后，我感觉它应该是一直走啊走到远处的地方。那边我是没有围的，然后它会从那个地方绕进来，感觉也真是绕了一大圈儿。我不知道我猜测的对不对，有机会应该是装个摄像头，看看到底它是怎么样一个行走路径。不过要装的地方可太多了，因为院子是有点大。刚刚看到这边种的小冬瓜已经开始结瓜了，每次看到这种收获的时候，心情还是能稍微的平复一下的。像冬瓜叶子上边有这种毛刺儿，感觉鹿好像是觉得口感不好，一般它是不怎么动冬瓜的。如果要是不能解决鹿害的话，我感觉我已经没有信心，或者更准确的说，应该是没有心情再继续种下去了。辛辛苦苦的大半年，很多东西都白费了。
又经过这片苹果树了。前几天剪枝的时候已经跟大家介绍过了，这些苹果被鹿破坏的不行，剪枝都没法剪了。我后来还专门查了一下，说你院子里如果种了苹果树、种了梨树的话，是非常能吸引鹿的，因为它们特别喜欢这些东西。桃树就会好很多，像我这棵桃树，其实我也看到过被鹿咬过的痕迹，但是都是非常轻，估计咬一口觉得实在不好吃就算了。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发现我这些桃子，另外也不知道他们喜不喜欢桃子。反正总之这棵桃树基本上是完好无损的，桃也是能正常收获的。其他几棵桃树也大概是这个样子，只是个别的那种小桃树可能会被咬得多一点，但是没什么大事儿。我这边那棵小一点的杏树也是有被鹿吃过的痕迹的，后来吃过之后我又给修剪了一下，整体上还行，影响不是特别的大。它吃的比桃树吃的要很多了，但是比苹果树还是要好不少，还是嘴下留情了，估计是没有对苹果树那么喜欢。另外就是旁边有这些玉米啊，看看这些玉米被它们咬的，这也是断了，这个整个玉米被咬下来了，都快熟了。这边也是，再看前边，所以应该是他们被更喜欢的玉米给吸引过来了，就没怎么理那棵杏树。看这种被咬断的，如果只看玉米的上面，可能还不那么太明显。看看地上这些掉了的玉米，这种玉米，还有前边这种干掉的玉米皮儿，这都是早期的时候被鹿吃下的。还有这种显然是新咬断的，看看还是白色的，这估计就是昨天晚上干的呀。前面也有一些，这些应该是更老一点的。这儿还有一根儿，这根明显也是嘛，特别新鲜，这应该就是昨天干的。刚才照到了我手这儿被磨坏的痕迹，这都是种菜、种果树啊，用铁锹的时候磨的呀。哎，每次想到这些就觉得真是啊，自己辛辛苦苦的都被鹿给破坏了。刚又仔细看了一下，这跟玉米混种在一起的豇豆也都被鹿给我吃了呀。看看这是旁边掉的玉米，这是豇豆，真的是雁过拔毛啊，什么都不放过。这边这片白兰地西红柿不知不觉中也都膨大了，看看都发白了，应该用不了多久就能红了，就可以吃上了。这么多，不过怎么说呢，鹿可别再给我咬了呀！看看，这都是被鹿咬过的痕迹，因为它们都是在西红柿的笼子里边，所以鹿下嘴应该没那么容易。不过我能发现露在外边的那种叶子，像这种被咬掉的，然后这儿的枝头被咬断了，这些只要是露在外边的就都被咬掉了、咬断了。那边有一个西红柿长得比较低，落在地上了，这应该不是被鹿干的，这我感觉应该是被兔子或者什么其他东西给啃了2口。哎呦，看看这个头还真是不小啊！哦对，之前有朋友问他种白兰地西红柿下边有黄叶，我不知道是不是这种黄叶，就是带斑点的这种黄叶，这种显然就是真菌感染嘛。这种的话，如果要是量特别少的话，就把它剪掉，扔得远远的就行了。如果是要是比较多一些的话，那还得调一些有机溶剂，就是 Cooper Fungicide， 给它稍微的喷一喷。一般西红柿抗真菌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，但是这种传家宝西红柿例外，尤其是像白兰地这种，还是很容易受病菌的感染的。看这一颗更是被咬得惨不忍睹，这种大的头都掉了，这是又是重新发出来的，这样就极大的延缓了西红柿的生长。你看看这些果实长得也不够大，这还都是早期挂住的坐住的果实呢，后边呢就基本上没怎么长。不管是蔬菜还是果树，被鹿给啃过一次之后，即便不是致命伤，还是会对生长造成很严重的影响的。它们恢复需要花挺长的时间的。更致命的是什么呢？它们咬可不只是咬一次呀，过一阵子可能再给你咬一次。今年这些白兰地西红柿颜值看起来没有去年的好，不过怎么说呢？传家宝西红柿，尤其是像白兰地这种，你种一颗上边能有一些长得个头很大，然后形象又比较好的，但是还是有相当一部分都没那么好看的。你像这种肚脐比较大的，其实还是挺常见的。
你像是这种，就算是这里边颜值长得比较好的了，其实这种对于那种杂交西红柿来说是非常普遍的。所以种杂交西红柿的话，你会收获很多颜值啊、个头啊、数量啊都比较好的西红柿。但是种传家宝西红柿就不一定了。这边这绿茄子倒是长得挺漂亮的，颜值倒挺高的。这边当初种黄瓜的时候，有一颗甜瓜的苗，结果也给栽到这儿了。现在长出了几个甜瓜，也没怎么管它，还是有点收获的，都快熟了。看看这些，今年黄瓜的真菌感染实在是太严重了。看看这叶子，早期的时候喷了一次有益同剂，后来也不想再老是喷了。不过黄瓜长得还可以，这边这根也还行，这掉在地上呢也凑合吧。这里边还有一根，这个挺大的了，得摘回去了。这种真菌感染，你要是不管它的话，到后期长的黄瓜就会越来越差了。走过我这片地栽的蓝莓了，这气一下又上来了，感觉血又涌上头了。看看这些蓝莓，我早期的时候还以为都是鸟把我这些蓝莓给咬掉了，后来我发现这也是鹿干的，因为鸟是不会吃这种青的蓝莓的。像我这些晚熟的品种，我基本上一个蓝莓都没吃到，都还是青的时候，有的就是稍微有一点点发紫，结果就没了。我后来仔细再看吧，你看这种小枝啊，还有这种枝头、叶子，这种全都是跟这蓝莓一起没了。这明显不是鸟干的，这就是鹿啊！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我这几颗地栽的蓝莓，今年这高度还有枝叶量就跟去年没什么区别，就没怎么长。其实不能说是没怎么长，是长了之后就被吃，长了之后就被吃。下边的芽也是。下面的芽不光是被鹿吃，这还会被兔子给吃。哎呀，现在觉得那些做农业、搞农场的真是不容易啊！天灾、病虫害，还有这些动物，没有一个是省心的。然后辛辛苦苦种出了很多农作物，可能还卖不出去，都烂在地里了，跟谁说理去啊？所以说自己在园子里边种点菜，休闲一下，陶一下情操，同时又收获一些有机的蔬菜和水果，这样就挺好的了。可千万别搞农业呀！估计最后得不偿失，十有八九会失败。我在想啊，家里的小孩整天跟着我们在菜园里边，从小耳濡目染的，可别真的喜欢上农业或者是园艺这些东西，以后生存怎么办呢？我还是得早点教教他们怎么理财呀，或者是学计算机编程什么的，这些将来吃饭容易一点啊。这向日葵的小花还真漂亮啊！这些是麦麦要求种的，是这种景观的小型的向日葵。好多辛勤的小蜜蜂在上面采蜜呢。我不知道这种小型的向日葵将来能不能收瓜子儿，麦麦也还等着，等它成熟了之后收一些向日葵的瓜子儿呢。还有他们俩今年的小花园，看看这些花儿，还真是挺漂亮的。现在这心情啊，就是一会儿好一会儿坏。看到收获啊，看到向日葵，看到那些花儿，心情就会好很多。但是，一看到这些果树，看看这个采样，心情一下就糟糕了。这些西红柿的笼子是我临时给围在这儿的，因为实在是受不了了。这鹿老是过来咬啊，长出芽来就咬，长出芽来就咬。看看这棵桑树，已经没剩什么了。看这种本来很高的这种枝条，它都跳起来把上面的叶子给够下来，只剩下这么一个枝条了，其他的都给咬了。原来是枝繁叶茂的。看这边最可恶的是什么呀？像这个枝条，这本来是我用来培养成一个朝这个方向的主干枝条的，结果被它跳起来摘叶的时候就给生生的给扯断了，这就完了，回头得给它修剪掉了。这就少了一个朝这边的主干枝条，将来还得再仔细想想，看看怎么调整。不过好在像桑树这种啊，它的萌发能力还是比较强的。看这种芽点又长出来了。但我还是得拿这种笼子给保护一下，或者是将来看看是不是围一个铁丝网给它吧，因为你长期这样是不行的。这鹿发过芽、长出叶子之后还会再来吃，就是天天来、天天吃也受不了。看这叶子被咬秃之后，上面还挂了一些桑葚的果实。早期的时候尝过那么2、3个，味道还不错。后来基本上一红就被鸟吃了，都等不到变紫。现在更是没了叶子的保护，更是收获不了了。看看这边的山楂树，每次长出小枝条、长出嫩叶之后，都会被鹿给我吃掉。这山楂树本来长得就慢，被鹿一吃的话，就基本上不长了。再加上山楂树的真菌感染也是挺严重的。
感觉种起来实在是太难了。佛手瓜今年我也大概是放弃了，因为老是被鹿吃，没办法。进我围起来这个菜园，再去看看。这围着菜园里边现在长出小苗的，是我们后来种的最后一批的糯玉米了，希望能够长大，最后到秋天深秋的时候还能收获吧。还有前一阵的西瓜，看看现在已经开始爬藤了，长得还挺快的。我一直在找鹿到底是通过一个什么样的路径进来的。我知道那只小鹿它现在是会从这个地方，因为这里边这儿的篱笆是比较低一些的，那个小鹿能从这儿跳进来。还有这里也是，都是有空缺的，它们也是挺聪明的，都能找到哪儿有漏洞。还有这个地方也是，其实挺矮的，它会跳进来。我像其他的地方更远的地方，我都是用这种上下的铁丝又给它重新捆了一次，只是这2块地方还有侧面这边的地方，当时没弄，当时觉得他们不会找到这边来的，结果没想到你哪儿没弄，哪儿有缺陷，他们最终都是会给你找到的。我不知道那些大鹿是不是也是通过这条路径进来的，更有可能的是它是从棚的那边绕过来，然后绕呀绕，一直绕到刚才桑树的那个地方，然后从这边进来的。其实胆子也是真够大的。